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水电人的梦想，目标是打造289米的双区特高拱坝。刷新这一世界之最高度，大坝需用100万罐混凝土浇筑。胸怀壮志的工程师们要破解无坝不裂的魔咒。隐身于山体内的超大发电厂房，是中国工程师对于地下空间的大胆想象。而解决塌方、渗漏，这将是世界级难题。在挑战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建设者们一切准备就绪，挑战已经来临。这是金沙江下游最后一座超级水电站，目标是打造最具挑战性的双区特高拱坝。浇筑高289米、宽709米的大坝，混凝土的用量将达到803万立方米。相比于体型庞大的重力坝，瘦身后的双区特高拱坝，其混凝土用量也足以建造100座上海中心大厦。白鹤滩材料实验室，工程师孙明伦在实验瓶中加注了普通的清水，瓶内的水泥便开始水化反应。这上升的温度是让工程师们头疼的水化热。如果说我们用那个水泥完全水化放出的热量来烤面包的话，可以连续烤4年，每天要烤46万只面包。水泥水化反应会产生热量，内外温差将导致混凝土产生裂缝。温控防裂是白鹤滩大坝浇筑首先要解决的难题。然而，无坝不裂一直是坝工界的魔咒。水泥水化过后放出的热量，尤其是对我们那种混凝土的结构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安全有影响，所以我们是不希望有裂缝的产生。事实上，国内外的水电工程师们一直都在寻找能抑制混凝土水化热的退烧药。从三峡到白鹤滩工程，贯穿孙明伦他们职业生涯的，不仅仅有闪亮的工程相伴，也有许多未解难题跟随。那么白鹤滩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坝，我们是有决心要攻克这个魔咒。白鹤滩工程再次向无缝大坝发起挑战的时候，工程师们决定不走老路，而是把目光直接聚焦到国内最前沿的建筑材料——低热水泥。这个超级工程每一项技术突破，必将拉动整个体系的升级与迭代。从那个水化反应的热量来讲，低热水泥要比普通水泥就说要低接近20%。第二个，从配合比方面呢，我们呢就说尽量用的是大级配混凝土、常态混凝土，来减少那个水泥的这个用量。这是国产低热水泥首次在超大工程上的应用。孙明伦他们需要掌控水泥与砂石的最佳配合比，以确保低温混凝土的稳定性。每天早上，工程师朱祥东都会来石料厂查看。
这些从50公里外精选出来的混凝土石料，在与低热水泥拌和之前，还需做严格的检测。在朱祥东眼里，这些不起眼的碎石是支撑大坝的骨架。我们的大坝就是这4种石头浇筑起来的，它的就是说防裂性能是特别优越，所以说最后就选择了它。因为这样的话，它用水泥的用量也少，发热量也会小。为确保大坝1900万吨骨料的供应，他们就要像愚公那样，差不多需要搬走整座山。开采用掉的炸药，相当于1颗轻型原子弹的当量。开山劈石还不算是最难的，建造无缝大坝的关键，还在于持续的系统控制。50多个月，每天24小时浇筑，用料高峰期，每天有200多辆卡车穿梭往返。我们车辆每一天在路上行驶的里程加在一起，要绕赤道1圈还要多。参加这么一个别人不可想象的一个超级工程啊，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朱祥东他们要保证每天上万吨的石料供给，而这近乎天量的混凝土材料，也将受到最严格的检测。经过反复的数据测试证明，这种高性能低热水泥和精选骨料是浇筑无缝大坝的最佳组合。即便如此，每一批材料进场前，孙明伦他们还是会贴上条形码。就像我们超市里面买东西一样，通过那个扫描过后，然后相关的信息就自动进入我们的系统里面。应该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制造。今天，技术创新、智能建造，让浇筑无缝大坝的梦想变得可能。然而，要让803万方混凝土在极端干热气候环境下依然保持低温状态，工程师们还将面临巨大挑战。白鹤滩水电站呢，工程地质情况非常复杂，气候也非常复杂，这些技术难题呢都是世界级的，这个特别是在控制混凝土裂缝，这个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功。早上6点，气象工程师边倩会准时打开设在大坝左岸的百叶箱。为了获得更多数据，他们每隔3小时就会接收一次气象信息。但是，这还不够快。这里的昼夜温差也很大，观测到的地面温度可以高达70-80摄氏度。一半是江水，一半是火焰的魔鬼天气，在这里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白鹤滩位于层峦叠嶂的横断山脉深处，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为了准确预报这里的小气候，白鹤滩气象站在大坝左右两岸设有11个观测点。边倩和同事需要对气压、温度和湿度进行数据分析后，才能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大坝左岸混凝土拌和厂，项目工程师何斌需要随时查看实时推送的气象信息。他要及时了解天气的变化。
因为温度、湿度直接影响到混凝土搅拌的质量。白河滩这个河谷这个气候啊，它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风大，所以呢，它会失水，失水影响这个混凝土的强度。因为你所谓的低热混凝土，它就是把温度要降下来。炽热阳光让干热河谷气温持续攀升。河滨他们最担心的是，当温度骤然升高时，浇筑运输就如同一个加热过程，过高的温度将导致低热水泥功效衰减。从搅拌站到施工现场，运输距离无法改变。他们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提高速度，降低温度。每天运送往返的车流量高达500多台次。如何让满载卡车跑得既快又安全？河滨他们制定的运行优化方案，精确到犹如沙盘里开工程车，分秒不差。这座浩大工程的许多技术指标，都是需要精准衡量的。主坝的浇筑呢，它要求是7度的出击口，9度的浇筑，在运输的过程中啊，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为了保证混凝土能以低温状态运送到现场，工程师们还会根据气温的变化，在搅拌机里倒入一定比例的冰屑和低温水。水泥164，小石736，冰50，正确。这种近乎奶茶式的调配方式，尽管无需顾及口感，但多种材料的配比必须拿捏准确。出料前，加装了保温材料的自卸式货车，会与出击口无缝对接。半河楼拌出来的混凝土，因为它绝对关系到整个主坝的质量，所以这是个非常需要有责任心和细心的一个工作。作为一个质量的重要的一个生产源头，特别光荣，感觉特别自豪的一件事。这是一项令所有参建者都引以为豪的伟大工程。建设者的智慧、力量都被调动起来，闯过每一道技术难关，都是一场攻坚战。山体之下，两岸的主厂房正在开挖，未来的16台100万千瓦机组将在这里安家。安放如此庞大的机组群，需要在左右岸掏出2个长438米、宽34米、高88.7米的地下空间，这相当于在每侧山体中各装进一艘辽宁舰。这么一个规模巨大的重视群，目前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要实现它，我们还要面临很多的地质方面的挑战。一般是3米，打那个泡泡啊，3米就稳不住了。错动带岩体形同夹心饼干，是在坚硬岩层中不时夹着疏松的土石夹层。厂房因为空间巨大，部分错动带避无可避。设计师和施工方一起制定了分层开挖策略，把厂房分为10层，由上至下分层开挖、分层保护，最大程度确保山体围岩的稳定。按照设计要求，厂房开挖到第4层需要架设岩壁吊车梁。厂房建成后，庞大的水轮发电机组需用桥机吊运，而每台机组重达1万吨，这近似一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一般建筑结构根本无法承受如此重压。为此，设计师需要为厂房打造一双能担起1万吨重量的肩膀，这就是岩壁吊车梁。
我们整个的爆破区应该是集中了我们厂房可能遇到的层间层内错动带、软容夹层这么不良的地质段。2个尖角的位置应该说是我们的控制的一个难点。孙慧响被同事们称为岩壁上的雕刻师，因为他的爆破往往可以精准塑形，堪比雕刻。孔间距按照这个35左右来控制，单孔的药量也控制在7公斤以下。岩壁吊车梁可以把巨大的荷载压力传递到围岩上，利用山体围岩承载，起到4两拨千斤的奇效。但是，要在错动带穿越的洞室里塑造这副铁肩，并不容易。受力方向和受力面必须精准。孔间距要求的25和30以内，要求它的均匀化、微量装药，不要某一个点爆出来了之后，它这个支点震动速度太大。岩梁的爆破开挖过程中宁愿是欠挖，也不要超挖。如果一下子超挖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没有弥补的余地了。为保证岩台梁爆破万无一失，大家需要在地质条件差不多的部位进行爆破试验。围着全部撤离。烟尘排出后，众人第一时间进入爆破现场查看。白鹤滩复杂多变的围岩条件，经不起任何试错，而且任何震动都可能引起洞室的连锁反应。因此，岩壁吊车梁的爆破必须一炮成型。电脑上的反复推演，在无数次的改进之后，终于要付诸实践了。一连串的巨响让整个山体都颤动了起来。灰烟散尽，孙慧响和同事们就一头扎进深洞，探查爆破情况。岩壁吊车梁一次成型，让孙慧响大松一口气，厂房挖掘可以继续向下一层进发了。山高谷深的白鹤滩，因受西南季风的影响，下沉的山谷风成为疾风横扫左右两岸。它这个趋势应该会逐步的一个加强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这个缆机正在运行啊，13号。气象工程师王汉涛需要随时掌握变幻无常的风速风向。在平均落差2000多米的高山峡谷，想要避免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王汉涛他们必须对山谷风环流效应了如指掌。白鹤滩7级以上的大风，它可以达到249天以上，极端的风达到了13级，13级的这个阵风，在陆地上是罕见的，在海上是惊涛骇浪那种感觉。这个对流云团目前已经影响到我们白鹤滩坝区啊，坝区已经出现了这个大风的一个天气，我们高位缆机正在。这是与时间赛跑的工作。从卫星云图和风速计数据推断，施工区附近预计将有6到7级的阵风。做好大风天气预警，这关系到空中走廊的安全。白鹤滩有7台缆机啊，不停地为这个大坝的浇筑在运行。如果遇到7级大风，那个缆机的吊冠的摆度可以上下达到8米左右，它肯定会交叉在一起，就会造成一些灾难性的东西。确实有一种什么的如临深渊这个感觉。距离地面350米的空中巨无霸，是目前世界在建水电站最大的缆机群。昼夜不停的7台平移式缆机，确保大坝能够持续浇筑。
而负责每天600多罐混凝土空中运送的，全部是清一色的女司机。因缆机悬置半空中，7台组成彩虹7色的缆机被冠以了7仙女的美称。7台缆机它有颜色相近的，就有时候会看错了那些。遇到大风天气嘛，我们首先呢，适当的调整一下它2个缆机之间的那差距，然后自己就得看好盯好自己是哪台。90后工装女神陈秋，之前是一名白衣天使。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大坝建设工地上，40多位女司机和5颜6色的塔吊，无疑是工地上的一道风景线。女性，心细，然后责任心比较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缆机这个行业，别人都会很吃惊。女的也可以干这个吗？这个是相当危险的。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出现很崇拜吧，就是那种眼神。来自河南洛阳的张燕也是90后，和小姐妹陈秋一样，目之所及的土灰色并没有让她对满是钢筋混凝土的工地产生审美疲劳，反倒是快速移动的缆机，那密集的吊冠在眼前起起落落，一种如飞蚊症般的视觉困扰，会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然后就得时刻盯着，天热的话就中午的时候会犯困嘛，然后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手柄回拎了嘛，就大冠就往战场上飘了，就感觉是挺吓人的那种。除了挑战身体的极限，他们还要克服外力的影响。缆机在遇到大风时，吊冠摆幅会突然加大，空中稳冠落冠都相当困难。但现在，这些对陈秋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你在爆发的时候，你注意一下背点风，现在风有点大。从新手到技术能手，她成长的道路上也少不了丈夫傅旺的助力。2号空冠起，加速起，走了。毕业于工程机械专业的傅旺，是缆机吊运的现场指挥。在高差200多米的浇筑现场，小傅就是女司机们的耳目。通过我在现场的这种指挥，能让它达到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2个在工作中是非常有默契的。年关将至，金沙江畔的温度比往日里多了几分寒凉。我们工作上没有什么事，我也给王主任请好假了。老爸老妈怎么样啊？他们身体挺好的。好，马上要进洞了，没有信号了，我就挂了。工事7，右岸地场施工负责人，每天进洞巡视是工事7的例行功课。
厂房空间巨大，穿越了2条错动带，顶部拱腰处更是承受着巨大考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工事期必须时刻警惕。右场小桩号变形有点明显，最大变形值已超过预警值。我所超过设计指标没有？超过了。裂缝延伸有好几十米。安全监测管理中心，白鹤滩水电工程的前沿哨兵。为了监控开挖期间地下厂房围岩的稳定安全状况，施工人员在两岸开挖山体前后布置了近4000套监测仪器。岩体的任何细微位移或变化，都会被这些精密仪器捕捉到，发出预警。右岸地场左侧端头拱腰处持续4天出现变形，累计变形增量达到11毫米，当天最大变形增量超过4毫米，越过安全预警2个等级，直接升为危险等级。这是主厂房开挖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右岸地场左侧端头拱腰处被错动带斜切而过，导致围岩不稳定风险加剧。虽然设计者和施工方对岩壁的应力释放一直小心应对，但这次突如其来的骤然变形，还是让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正在轮休的厂房设计师陈建林、万祥兵被紧急召回白鹤滩现场。班长，我们现在整个已经观察了一遍，目前来看的话，有几处是已经开裂。厂房围岩变形近4天是持续增长，变形发生在距表面多深的位置？距离这个开挖面1.5米这个位置，还是有坍塌的一些风险。在高地应力、错动带的影响下，针对左侧端头拱腰处的变形，一些专家预判，变形会持续加剧，甚至导致坍塌。右岸这个小桩号大变形，它的表现之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想。如果说它要是失败了，整个右岸地下电站就要推倒重来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同一时间，设计总工陈建林也带队开始了对周边洞室的巡查。经过大量的监测和分析，陈建林确认厂房围岩整体稳定，变形只在局部，且这个变形并未让周围洞室产生连锁反应。根据我们以往的地下洞室的这种经验，解决这种骤然释放的地力，我们是有办法也有能力把它克服的。过年不能回去了，厂房这边连续几天变化很大，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好。2017年12月28日，距离春节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许多人都在盼着回家和亲人团聚，现场却有一大批逆行者赶往地下主厂房。变形区域位于厂房拱腰处，距离现在的开挖面40多米。若按正常施工流程，需耗时30天搭设50米高的脚手架。然而，变形不等人，变形如果超过允许极值，就错过了最佳补救期。因此，每分每秒都是抢险的关键。就像两军打仗的过程中啊，敌方的力量不断的增强，如果没有新生力量补充进去的话，它可能原来的力量啊就不足以抵抗了。应急加固也是这个道理。工事期紧急调配130吨十字盘扣脚手架，这种脚手架比传统脚手架组装更快捷，能满足多种形态的搭建，施工空间也更宽敞。20几天，最危险的变形点全部锁住。1个半月，危险面加固完成。6个月后，厂房紧急加固全部完成。安全监测带来的数据标明围岩变形趋于收敛，变形稳住了。曾经被认为会坍塌的端头拱腰处重新固若金汤。小桩号的成功处理，
建立了一种模式，可以去应对我们下一步更为艰难复杂的地质条件。规模巨大的地下厂房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地下洞室群开挖取得里程碑式胜利。在和自然的角力中，白鹤滩人凭借智慧和勇气再次胜出。围绕这个世纪工程的另外一个技术挑战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这个围水压力啊，刚才还是有点偏大。这个泄水锥这个地方，那小徐，我们去台上看一下。白鹤滩水电站将使用16台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力发电机。要创造这个奇迹，首先需要一个超级转轮。水轮发电机组由2个重要部分组成：水轮机和发电机。发电机通过旋转来发电，但是在此之前，需要水轮机将水体的冲击力量转换成机械能，带动发电机旋转。要推动100万千瓦的发电机旋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效率。根据白鹤滩的水利条件，可以给每台机组提供200多米落差的水势能。水轮机的任务是将这些水势能转化为机械能。根据计算，转轮的效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驱动发电机达到单机100万千瓦的额定功率。王昭宁的小组接受了这个挑战，通过模型进行试验，是验证设计的最好办法。新设计的叶片的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呢，要做得更饱满一些。白鹤滩水利设计借助了仿声学原理，开发了激流组前倾反曲的叶形，大幅度提高了水轮机的稳定性。2013年8月，第96号模型转轮被送上试验台。根据白鹤滩水利条件进行模拟的试验台已经准备完毕。王昭宁最关心的就是它的效率指标。小区传感器已经校正完毕，现在可以通水了。好的，好的，收到，准备开台。下午3点，测试开始。看一下结果，这个比上次结果好很多了。现在压力脉动，特别是围水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降到大概是，就是不到3%，已经很好了。晚上8点，第一组测试数据出炉，通过计算，96号水轮机效率达到96.5%，这是所有模型中第11个可以评为优秀的水轮机模型。王昭宁他们并未就此满足，因为设计超级转轮的意义就在于每一项核心突破，推动的是整个装备技术的升级。历时5年的自主研发，世界首台10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转轮正式定型。左岸1号机组终于迎来关键的制造节点。这个为100万千瓦机组量身打造的转轮，由上关、下环和15片重达11吨的叶片组焊而成。转轮它的预热温度要达到120度才能焊接。由于它的空间比较狭小，不通风，高温气流呢憋闷的更严重，这对
产化制造的这个先进的技术，实现了我国重大水电装备制造历史性的突破。在500多米的地下，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已拉开序幕。超大空间的地下厂房承受着山体重压，无孔不入的渗透水也让防渗漏工程变得极其复杂。大江大河我们都看到水在流，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岩体里面也有大量的水流在从地下流，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地下水拦住，那么我们厂房成了水帘洞了。咱们这儿的地层实际上总的看的话，岩体本身不漏水，漏水的就一些主要的一个结构面。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处理的话，挡水就是说真正防渗，就是把这些主要结构面处理好。王克祥，地质专业毕业，从普通技术员一直做到高级工程师。他始终从事着水电防渗漏工程领域工作。熟悉他的同行更喜欢称他为地下工作者，因为它本身就是地下工程，你干的过程不知道你看它透不透水，透水量有多大，你看不见摸不着。俗话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就是这样，这就是地下水出漏点上一个。山体内部的渗流会以极大的渗透力穿过岩石的缝隙，流入王克祥他们脚下的地下厂房。要打造一个防渗防漏金钟罩，首先要摸清山体内部涌动着的暗流。这应该是个断层，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这家，而且这出水量还是比较大。在白鹤滩左右岸纵横交错的断层缝隙间，一条条暗流在外表看似干枯的山体内涌动。在这些工程师眼里，整个岩石渗流的排查更像是现代医学诊断。就像我们做 CT 一样，我们打了很多的这个相当于勘探孔，通过目前的叫钻孔全景成像，可以把这个地质剖面全部拿出来。我了解它了，那么我就叫什么对症下药，我可以做到。控制在65米3体起。要龙江开罐的。不久，一份防渗防漏诊疗报告就写出来了。他们采用的帷幕灌浆法是岩土工程最经典的工法。通过往岩石缝隙中注入水泥浆，将地下厂房包裹起来。施工方法虽说传统，但注浆孔全长1300多公里，差不多是上海到北京的距离。如此超长的灌浆长度，王克祥他们将要应对的是世界上最具挑战的地下防渗工程。开工前，施工人员郑重地签下灌浆承诺书，立下隐蔽工程、阳光作业的誓言。做规矩的时候，建制度的时候，那必须是严格的执行。灌浆工程的、隐蔽工程的，假如不去严格的去管理，特别是我们这种地下工程，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太多了。在水电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王克祥曾参与过三峡、西洛渡等重大工程，也因此有了王灌浆的美称。但是，自从参加白鹤滩工程，他和团队决心要改变完全依赖人工操作的传统方式。这台正在调试中的智能灌浆机，是工程团队特意为这一超级防渗工程量身定制的。
应该查一下这个。为了解决管道阀门承受每平方厘米60公斤的冲击这个问题，他们不眠不休，攻坚克难，终于掌握了高压泵输送泥浆的核心技术。10万多吨水泥浆将被注入到两岸的掩体内。为了观测到注浆效果，王克祥他们还专门配套研发了实时监测系统。这种智能灌浆系统是啥？这就像什么 A 超、B 超是一样，通过这个灌浆过程，所有的成果数据都可以摆在屏幕上。我认为我们这个成果，我是敢拍胸脯了。摘取白鹤滩这样一个水电工程的皇冠，中国水电工程师们没有捷径可走。一个国家要打造自己的国之重器，真正的难题必须靠自己解决。大坝浇筑已接近2/3的高度，200多米的坝身已经浇筑了近600万方混凝土。随着坝体的增高增量，温控防裂的难度和压力也越来越大。白鹤滩智能控制中心，工程师谭尧生他们正在对硬化养护中的大坝体温做实时测量。这数据有些是异常的，需要再好好控制下来。好了，我拿嘛。因为即使在地表温度70摄氏度的盛夏，混凝土最高温度也要控制在27摄氏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最后一道关卡。白鹤滩大坝被誉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大坝，在我们施工期，坝体里面布设了有6000多支的温度计，8万米的光纤遍布在我们大坝的神经末梢一样。2档走2档落，2档走2档落，1档走2档落。建造无缝大坝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严格的质量把控。大坝100万罐浇筑量，做到罐罐有质控，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天文数字。对我们的这个整导监控啊，就是做的不好，就是做的不到位，容易出现整导不均匀或者是欠震、漏震的情况。那么这个对我们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一个全新的高科技质控系统已经启用。在2万米的高空，北斗卫星对整个施工区的混凝土浇筑做定位跟踪。几十台装有遥控传感器的震导机，能将震导时间、深度和轨迹等关键信息通过卫星实时传输到控制中心。可视化的3维坐标已经达到了厘米级精度。卫星定位系统的应用的话，主要体现在通过系统里面发出相应的预警，然后提示现场的操作人员，保证我们及时能得到相应的纠偏。谭尧生他们赋予了这个超级工程智能时代的全新定义。坝体内外的智慧监测，意味着这个超大工程已不存在任何死角。但复杂环境的挑战却无处不在。6月，这片干热河谷已进入雨季。现在雨还不小呢。总指挥汪志林此刻正担心着，连续降雨天气会给坝体持续浇筑带来困难。混凝土需要水，但不需要雨水。太多的雨水会让刚刚凝结的混凝土强度减弱。施工队长黄志勇急需解决降雨带来的管护问题。如果不抢险排水的话，整个你前面浇的这些几千方混凝土全部就废掉了。
加盖防雨布，几乎成了这个季节黄志勇他们经常要完成的动作。在烈日下奋战，在风雨中奔忙，这些为大坝遮风挡雨的水电汉子们，用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精心呵护着日渐长高的大坝。我跟我妻子一起共同建设了这个大坝，也一起见证了这个大坝的成长。我妻子经常跟我讲，大坝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10年磨一剑，建设者们不仅将现代科技融入宏大工程中，同时，在追逐梦想的奋进中，他们也将心注入。今天，成就他们心中梦想的高坝已触手可及。